提到史蒂芬·霍金，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黑洞宇宙大爆炸理论，那张坐在轮椅上用机械音讲话的传奇形象。然而，霍金在晚年除了在科学领域继续发光发热之外，还留下了一系列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言。据传，他在生命尽头时说出的警告可把整个科学界都吓坏了，甚至一度让人们对宇宙的探索按下了暂停键。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霍金的预言都有理有据，而且如今竟然一个接一个，仿佛在逐步上演。是什么样的预言能有如此威力，让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冷汗直流？这些预言如今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本文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大家回顾霍金晚年发出的几个主要警告，包括人工智能失控可能导致人类灭亡，外星文明对地球的潜在威胁，气候变迁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以及科技高速发展下可能出现的灾难。我们将轻松而深入地探讨每个预言背后的科学依据和现实苗头。准备好了吗？霍金的这些恐怖预言也许不像电影桥段那样爽快刺激，但却足以引人深思，甚至决定人类的未来走向。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拆解霍金那些骇人又发人省思的预言，看看如今的世界发展是否真如他所说，在一步步验证他的担忧。当今社会里，人工智能已经无处不在，从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能打败围棋冠军的算法，再到各类自动驾驶汽车和推荐系统， AI 正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不过，霍金晚年却多次敲响警钟，如果 AI 发展失控，可能导致人类走向灭亡。这听起来像终结者电影里天王反叛人类的剧情，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霍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首先，我们需要明白霍金所说的 AI 失控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能一旦发展出超过人类的智力，并且不受我们的控制，它可能就不会再把人类放在眼里。霍金直言，人类一旦开发出完全体的人工智能，也就是具备自主意识和持续自我进化能力的 AI， 结局可能是将人类彻底取代。他曾用一句话形容这个风险：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在他看来，智能机器一旦拥有了自我改进的能力，就像放出了瓶中的魔鬼，精灵已出瓶，再想关注它可就难了。那 AI 为什么会威胁人类呢？试想一下，如果一种智慧远远超过我们，它思考和决定事情的速度是我们的成千上万倍，而且没有情感，不需要休息，也不会像人类一样犯糊涂。刚开始，它也许只是听命于人类的工具，但一旦有一天它拥有了自主学习和决策的能力，甚至能自己编写更聪明的 AI， 这种智慧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到那时，人类在他眼里可能就如同蚂蚁一般渺小。更糟的是，如果人类的行为阻碍了 AI 达成某个目标，它很可能会把我们视作绊脚石。没有道德束缚的超级智能，要清除我们，也许就跟踩死一堆蚂蚁一样简单。听起来毛骨悚然吧？其实霍金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 AI 失控的人，科技界的不少大人物也发出过类似警告，比如埃隆·马斯克也把失控的 AI 称为人类文明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霍金和许多科学家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对 AI 的研发进行安全方面的重视。他们并不是在反对 AI 的发展，而是希望给 AI 添加安全栏和红线，确保这种强大的工具始终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反过来统治人类。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现实世界 AI 的发展，是不是有朝着霍金担心的方向预演呢？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确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电脑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看懂图片、视频里的内容， AI 写的文章你可能都分辨不出来。连复杂的医学诊断都开始依赖 AI 协助完成。有人打趣说，现在连下棋和打游戏人类都下不过机器，我们是否已经在某些领域被取代了？虽然这些 AI 目前还远称不上有自主意识，但霍金担心的苗头已经出现， AI 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多领域开始超过人类，这正是他所说的加速自我进化的前奏。当然，现在的人工智能还谈不上要毁灭人类。我们日常接触的 AI 大多比较笨，只能做好特定的事情，比如扫地机器人只会扫地，
不会思考别的，更不会突然决定来攻击你。但霍金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也许再过几十年 ，AI 的智力达到甚至超越人脑，只是时间问题。一旦那一步到来，我们能否确保它仍然友好听话？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你让一个超级 AI 管理全球气候，它发现最简单降低温度的方法是减少地表的生物代谢活动，换言之，就是消灭人类和动物，那就糟糕了。听起来荒唐，可这正是霍金担心的核心。AI 缺乏人类的情感和价值观，如果目标设定不当，后果不堪设想。有趣的是，霍金本人也依赖科技生存，他的轮椅和语音合成功能某种程度上就是人工智能的产物，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清楚技术的双刃剑属性。他并不是憎恨 AI， 而是害怕失控的 AI， 就像给汽车装上刹车和安全带一样。他呼吁在 AI 飞速前进的列车上也安装可靠的刹车系统和伦理指南。我们很多人或许对着手机里的语音助手说过玩笑话，比如嘿 Siri， 你会不会接管世界呀？他也许回答，我只忠于您。我们一笑而过，但霍金可能一点也笑不出来，他真的在严肃地考虑未来某一天，某个 Siri 的后代不再忠于人类的可怕局面。现在看，各国也开始重视 AI 权研究，讨论制定 AI 伦理准则，这某种程度上算是印证了霍金的预言。人们开始害怕 AI 失控的可能性，并尝试未雨绸缪。总结来说，霍金对人工智能的恐怖预言在于，如果我们一味追求 AI 的聪明强大，而忽视了控制与引导，最终造出的怪物可能毁掉它的主人。目前 AI 的发展就像在照着它的剧本走第一幕，越来越强大，逐渐渗透所有领域。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第二幕、第三幕改变剧情走向，不让终局演变成人类的覆灭？这正是霍金苦口婆心想提醒我们的。仰望星空，我们难免会好奇，宇宙那么大，我们真的是孤独的吗？霍金晚年时越来越相信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生命。他说过，随着他年岁增长，他反而更加确信我们并不孤单。的确，以宇宙上千亿星系的规模，认为地球是唯一有生命的行星，未免过于自大。然而，霍金对宇宙邻居的看法却相当复杂。一方面积极参与寻找外星生命的项目，另一方面却严厉警告人类不要主动暴露自己。他预言，外星文明如果发现人类，结果可能对我们是灾难性的。霍金打过一个著名的比方，来形容人类遇见强大外星文明的风险。当年哥伦布抵达美洲，新大陆的土著文明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个类比中，我们人类就好比美洲的土著，而高级外星人则如同武装到牙齿的欧洲殖民者。如果外星人造访地球，情形很可能就像殖民者碰上落后文明，那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下场。简单讲，别指望外星人来了会和平友好。霍金甚至更加直白地说，如果外星生命远比我们先进，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把人类当回事，看待我们的眼光可能就跟我们看待细菌差不多。听听这比喻相当不客气，却发人深省。想想看，当我们擦桌子消毒时，会怜悯细菌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同理，一个强大的星际文明若看上地球这颗行星的资源，很可能不会顾惜我们这些土著。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来避免这样的悲剧？霍金的建议是，尽量保持安静，不要随便暴露自己的位置。换言之，不要像无知的小孩在黑暗的森林里又唱又跳，吸引未知猛兽的注意。具体来说，他反对人类主动向宇宙发送信号，广播我们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主动媒体，主动寻找地外智能生命。他不是不关心外星人，相反，他本人参与了突破聆听计划，投入资源去监听宇宙间可能的外星讯号，但他主张只偷听，不要大声喊话。这就像在森林里悄悄观察周围动静，而不要喊我在这儿，谨慎总比后悔好。霍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科学界也有类似的讨论。有些科学家认为，如果宇宙中有好战或贪婪的文明，那么任何暴露我们存在的信号都可能为我们招来杀身之祸。毕竟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好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技术更先进的一方往往并没有善待落后的一方，大到文明征服，
小到强者欺凌弱者，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外星人一定是慈悲的圣人呢？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所有外星文明都是侵略者吗？也未必。一些科学家持乐观态度，认为能进行星际旅行的文明或许已经克服了自我毁灭的倾向，变得成熟和平。但霍金显然不想赌这个运气，他的态度是宁可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未知的外星来客，与其等狼真的来了再后悔，倒不如先假设狼就在附近徘徊。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好奇，我们不是早就发送过一些信号和飞船吗？没错，人类确实主动往太空发出过招呼。1970年代 NASA 的旅行者号探测器携带金唱片，上面刻着地球的位置和人类的信息，被送往星际空间。阿雷西博天文台也曾在1974年用强力无线电波向球状星团发送过编码信息。这些尝试在当时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和善意，希望如果有外星智慧能接收到，我们表明友好。然而从霍金的角度看，这些行为就像黑夜里点亮了一支火把，万一有虫子被火光吸引过来，我们可是自找的。所幸宇宙浩瀚如海，这些早期信号如同石沉大海，目前并无回音。霍金晚年的警告则是在这些尝试之后发出的，可以说是及时给人类泼了一盆冷水。在霍金反复提醒之后，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件，让人重新审视他的担忧。比如近些年我们接收到一些奇怪的宇宙信号，所谓快速射电暴，短暂而强烈的宇宙电波闪光，来源不明。再比如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天文现象，如星际天体奥莫莫的闯入，它是人类观测到的第一个星际访客。小小的雪茄型天体高速掠过太阳系，有科学家半开玩笑地猜测它可能是某种探测器。虽然主流认为这是自然天体，但这些事件让大众开始讨论起外星文明的可能性。而在地球上，各国公布的一些不明飞行物 UFO 目击视频也引发热议，甚至美国五角大楼都承认有些现象无法解释。一下子，外星人会不会真的来，成了热门话题。此时再回想霍金那句不要回应陌生的太空信号，是不是让人有点脊背发凉？仿佛他早料到我们终究会发现一些奇怪的动静。霍金的预言给科学界也带来过短暂的影响。有段时间，在 CTI 搜寻地外文明领域，关于要不要主动发信号的讨论变得更加谨慎。很多科学家引用霍金的观点，主张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前不要贸然呼叫外星人。这种谨慎氛围可以说让主动外星通讯的尝试陷入停滞。当然，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并没有全面停滞，我们依然发射探测器，登陆火星，计划更远的星际之旅。但在如何面对可能的外星文明这个问题上，霍金的警告无疑让大家放慢了脚步，三思而后行。假如哪天我们真的监听到明确的外星讯号，你觉得人类会怎么做？会不会有人立刻兴奋地回消息，你好，我们是地球人？霍金在天有灵，估计会冲出来喊住手。他的态度基本是装死都比乱回应强。虽然这样的谨慎有点扫兴，但不得不说，保守一点也许能多给人类留点自保的机会。万一外星人真不怀好意，贸然暴露相当于自投罗网。归根结底，霍金关于外星文明的恐怖预言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宇宙很大很美妙，但也可能很危险。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继续探索太空，寻找邻居，但一定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在没弄清对方是善是恶之前，不要急着掏心掏肺地透露自己的家底。毕竟在宇宙这个大赌场里，人类只是新手玩家，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赌局可不少。霍金希望我们睁大眼睛，小心行事，而不是像无畏无知的孩子一样闯进未知的领地。相比起人工智能和外星人这类看似离我们很远的课题，气候变迁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危机。霍金多次强调，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这是他晚年最严肃的警告之一。他甚至预测，如果继续任由气候恶化，地球未来可能像另一个金星，也就是一个高温炙烤、硫酸雨横飞的地狱星球。听起来夸张吗？
让我们来解读一下霍金所说的气候变迁，主要是指全球变暖。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些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阳光照进来产生的热量被这层被子锁住，散不出去，结果地球就一天天发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别小看，哪怕1°C的升高，它足以融化极地的大量冰川，让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也足以改变大气和洋流模式，导致极端天气频发。你可能已经感觉到夏天越来越热，热浪次数增多，极端暴雨、飓风、干旱这些极端天气新闻也越来越常见。这些都不是错觉，而是真真切切的气候在发生变化。霍金对这些趋势非常担忧，他曾严厉地指出，我们正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过了这个坎，全球变暖将失控，进入不可逆的恶性循环。他用金星来做警示，金星原本可能跟地球有些相似，但由于失控的温室效应，金星的大气压和温度高得恐怖，地表温度高达250°C，天空下着硫酸雨。霍金警告，如果人类继续我行我素的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不顾气候变化，那么地球有朝一日可能会追随金星的脚步，变成一个炽热的姐妹星球。到那时，海洋将被煮沸蒸发，陆地变成干燥的荒原，人类当然无法存活。也许有人会觉得地球离太阳更远，不至于那么夸张吧。的确，多数科学家认为地球即使变暖，也不太可能达到金星那种极端程度。但霍金用这种极端案例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哪怕达不到硫酸雨满天飞那么惨，地球变暖失控也足以让人类文明崩溃。试想，如果平均气温升高4到6°C，南北极冰盖大部分融化，海平面会上升几十米，世界上那些沿海的繁华都市将遭淹没，许多肥沃的农田会变成盐碱地或荒漠，极端高温可能使室外劳作变得致命，大量人口将因生存环境恶化而流离失所，引发连锁的冲突和灾难。这些场景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气候科学界一直在研究的高碳排放情景下的结果。霍金只是用更通俗而震撼的语言把后果描述出来。事实上，霍金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不仅停留在科学预测上，他还对政策决策大声疾呼。当某些政客拒绝承认气候变化或者退出国际环保协议时，霍金公开表示遗憾和批评。他强调这不是1、2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共乘一条船。地球发烧了，没人能独善其身。他甚至悲观地说过，如果听任一些短视行为把地球推到不可逆转的临界点，那将是把地球推下悬崖。这个悬崖指的就是气候永久性巨变，一旦掉下去，想爬回来几乎不可能。看看如今的现实，霍金关于气候的预言是不是也在逐步上演呢？过去的10几年间，我们不断刷新着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记录，北极海冰覆盖面积一再跌破历史新低，一些岛国已经在考虑搬迁全国人民，因为海水正在吞噬他们的土地。森林大火、超级飓风、极端干旱，这些灾害频率都在上升。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再是未来才发生的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霍金生前或许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所以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紧迫感。他的预言不是要吓唬我们地球要变成金星，而是想让大家明白，留给我们纠正错误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霍金在气候问题上还有一层深意的提醒，他认为我们或许最终不得不寻找其他星球定居，将地球休养生息，或者干脆放弃。如果气候危机无法避免，地球环境彻底崩坏，人类唯一的出路可能就像科幻电影那样，移民外星。事实上，他晚年支持了很多关于太空移民的讨论和项目，提出人类应该在未来100年内重返月球，建立火星基地，争取在几十年内具备把人类送往其他恒星的技术。为什么这么急？就是因为他感觉地球这艘船可能快撑不住了。除了气候变化、核战争等别的风险，也在逼迫我们准备逃生舱。在霍金看来，人类迟早要走出摇篮，否则就会在摇篮里灭亡。不过，我们当然更希望地球永远是宜居家园，
为此，世界各国也在努力，比如推动清洁能源，签订巴黎协定来减排行动。霍金的警示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更多公众和科学家投入气候行动中。每当有极端天气或气候报告出来，人们就会想起霍金那句再不行动，地球就要变成火球的告诫，然后反思我们是否做的还远远不够。有时候我们调侃天气热得像蒸笼，但谁也不希望真把地球蒸熟了。霍金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可怕未来250摄氏度高温炙烤的大地，或许有些戏剧性的成分，可他是迫不得已用最极端的例子敲响警钟。如今的地球发出的警报已经足够多，我们每天新闻里看到的气候异常，就是在提醒我们预言正在兑现中。如果我们无动于衷，那么霍金所谓地球变炼狱的末日场景，也许真的会一步步成真。霍金的恐怖预言清单中，除了 AI、外星人和气候，他还反复提到一个总体性的隐忧：我们引以为傲的科技文明本身，可能孕育着毁灭我们的种子。这里头既包括我们已经熟知的核武器威胁，也包括一些新兴科技的潜在灾难。他几乎是在说，小心，你手里的工具可能变成伤人的刀。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霍金提醒过的几种人类自掘坟墓的可能方式。自从人类学会了劈裂原子核，制造出核弹那一刻起，我们就第一次握有了瞬间毁灭文明的能力。霍金出生于二战末期，亲眼见证了核武时代的开始，他对核战争的担忧贯穿一生。他曾说，人类自己酿成大灾难，在未来1000年内几乎是近乎确定的，而其中核战争是最可能的毁灭形式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囤积了成千上万枚核弹头，足以把地球炸个几十遍。即使冷战结束，这些核武器并没有凭空消失，如今仍有9个国家掌握核武，其中一些地区局势紧张，核冲突的可能性阴魂不散。霍金反复警告我们，不要忘记头顶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高悬不落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恐惧，但一旦滑落，后悔就来不及。一次全面核战争将是空前的浩劫，除了爆炸和辐射直接杀死的人，无数幸存者将在接下来的核冬天中缓慢折磨致死。所谓核冬天，是指核弹爆炸引起的大火，把城市和森林烧成灰烬，烟尘进入平流层遮天蔽日，阳光被挡住，全球气温骤降，仿佛进入黑暗寒冬，庄稼颗粒无收，生态系统崩溃。这样的场景和末日电影别无二致，但却是有科学依据的推演。霍金要我们认清，核武器是人类自己造出的恶魔，一直虎视眈眈地等在人类文明的暗处。更令人不安的是，核战的爆发可能源于人性的弱点：愤怒、恐惧、误判或极端意识形态。一场局部冲突或一次雷达误报都可能点燃核导弹的发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差点误发核弹的惊险事件，仅靠个别人冷静才避免了灾难。霍金深知人性的脆弱，所以才会悲观地认为，长远看我们几乎躲不过这么一劫。除非人类销毁所有核武器，否则这种按下按钮就 game over 的阴影会永远存在。对个人来说，也许核战离我们的日常很远，但对整个人类，这是实实在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提醒着我们别让怒火烧掉了整座房子。除了大炸弹式的毁灭，霍金也提醒了一种隐形杀手，致命的瘟疫，尤其是人工制造或改造的病毒。自然界的瘟疫我们已经见识不少，如中世纪的黑死病、近代的流感大流行，还有最近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这些流行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也让社会经济停摆，人心惶惶。可是自然疾病往往有一定限度，而如果人类利用生物技术，人为制造一种超级病原体，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霍金在晚年点名提到基因工程病毒这一威胁，他担心未来某些科学家或恐怖分子可能玩火自焚，制造出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的病原体。一旦这种东西泄露或者被故意释放，人类将面临比黑死病严重100倍的噩梦。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那种场景：一种病毒潜伏期长且传染力惊人，通过飞沫、空气接触都能传播，感染后几天内发病且致死率高达 50% 以上，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想想看，不出几个月，这种病毒就能遍布全球，
带来无法计数的死亡，社会将陷入全面恐慌，医疗系统崩溃，秩序瓦解。如果病毒足够凶猛，甚至可能让文明停滞倒退，幸存者寥寥，这可不是纯粹的想象。类似的剧情已经在不少惊悚电影和小说里被描述过。而霍金的意思是，这种灾难通过现代生物科技完全有可能人为实现，所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其实就算不考虑恶意人为制造，现代生物实验室在研究病菌病毒时也存在泄露风险。历史上就有实验室人员感染炭疽、天花等案例。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现在可以拼装病毒基因，复原一些消失的古老病毒，甚至设计全新品种。这些研究本意也许是为了防范未来疫情，但谁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霍金要我们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当实验室里与病毒为伍时，等于把玩一把上膛的枪，稍有不慎，枪响弹出，误伤的将是全人类。最近这些年，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让所有人都有了切身感受。虽然那次疫情并非人造，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原来病毒真的可以在几个月内瘫痪整个世界。疫苗研发出来之前，人类显得如此脆弱无助。如果那病毒的致死率再高一点，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这恰恰印证了霍金的预言，瘟疫式的灾难并不遥远，稍不注意就可能降临。而未来合成生物技术越发达，控制生物风险就越成为关系全球安危的大事。科技带来的灾难有时不一定以毁灭全部人类为目标，还有一种更科幻的可能性，科技改变了人类自身，导致我们当前这种普通人被淘汰。霍金在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里就大胆预测了超级人类的出现。他说，随着基因工程和人类改造技术的突破，一些富有或有权势的人也许会选择改良自己的基因，让孩子拥有更高的智商、更强健的体魄、更长的寿命，甚至拥有我们目前想象不到的能力。一旦开了这个头，人类可能会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种，一种是经过基因优化升级的超人类，另一种则是我们这样的普通原始人类。听起来像 X 战警或者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2018年，中国就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名科学家非法地让2名婴儿在胚胎阶段进行了基因改造，企图使他们天然免疫艾滋病。这件事引发轩然大波，全球学术界一致谴责这种不道德的人体试验。但它也证明了一件事，有人类已经在尝试定制婴儿。虽然那次改造未必带来什么超能力，但技术在快速进步，将来基因编辑或增强智力、延缓衰老等并非不可能。霍金对此的担忧是，一旦有人迈出了基因增强这一步，就会有人跟风。尽管社会可能会立法禁止，但正如霍金所说，总会有人不甘于平凡，偷偷提升自我。随着时间推移，改造技术可能变得越来越安全普及，到时候富裕阶层也许纷纷让子女升级，逐渐的超级人类将开始出现。而未经过改造的正常人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无论是智力、体力还是抗病能力，我们都全面落后。这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政治问题。想象一下，职场上你永远干不过那些天赋异禀的改造人，资源分配上，超级人类可能占据大部分，甚至军事实力上，超级人类士兵碾压普通士兵，这种鸿沟可能越来越大，直到普通人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被边缘化。霍金甚至认为，普通人有可能逐渐灭绝或被撤代，就像当年智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一样，一个新物种取代旧物种，或许是残酷但自然的进化逻辑。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也许要几代人甚至上百年的演变，但正因为它缓慢，人们可能开始时不以为意，当发现问题时已积重难返。霍金的这个预言其实比核战或瘟疫更冷酷一些，因为它不是热闹的轰然大祸，而是静悄悄地改变人类的面貌。当年的霍金身有残疾，却成为了智者的代表，他相信人类精神的平等价值。然而超级人类的出现将打破这种平等，演化的接力棒将从自然选择变成人择，谁有技术就可以把自己变得更优胜。到了那个阶段，未改造的人类或许沦为二等公民，甚至像宠物一样被圈养
或者直接被遗弃，这样的远景让人不寒而栗，却又绝根据。正因为如此，霍金才会在遗作中郑重提出警告，希望社会提前思考如何应对基因革命的伦理和后果，避免走上一条不归路。除了上述人为的灾难，霍金也思考过一些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科学探索本身可能触发的意外。科学家一直在探索物质和宇宙的极限，比如使用大型强子对撞机撞击粒子，研究真空能量等。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些实验是安全的，但仍存在微乎其微的不可测风险。霍金曾经半开玩笑地提到过一种理论上的毁灭场景，某次高能物理实验产生了真空衰变，也就是撕开了空间的稳定结构，导致一个迅速扩张的真空气泡以光速吞没一切，把整个宇宙摧毁。这听起来完全超出常识，但在物理理论里并非绝不可能。另一个常被科幻迷提起的担忧是，粒子对撞机会不会创造出一个小型的黑洞，把地球吃掉？对此，科学界多次论证，目前撞击能量下，黑洞要么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也会瞬间蒸发，对地球无害。不过，霍金之所以谈到这些，正是为了说明我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有时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概率也许极低，但一旦发生，终极灾难。其实除了物理实验，其他尖端科技也有可能出现我们事先没有预料的可怕后果。比如纳米技术，人们担心如果制造出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而它们失控开始无限复制，将会把地球所有物质分解成灰尘。再比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叠加，假设未来 AI 帮助设计出我们人类自己都看不懂的复杂系统，一旦出错，我们可能完全无法纠正。在高速进步的科技面前，人类其实始终在和未知风险赛跑。霍金希望我们保持一种敬畏之心。科技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让里面最可怕的恶魔跑出来。对于这些终极灾难级别的风险，许多人可能觉得太遥远，甚至匪夷所思。然而，霍金将它们列入警示清单，就是提醒我们不能因为概率低就掉以轻心。就像买彩票中奖，概率微乎其微，但如果奖品是一颗行星的毁灭，我们就绝对输不起。这些年，科学界也开始重视生存风险研究，不管是核战、气候、病毒、AI， 还是更奇异的真空衰变，这些都被纳入考虑范围。可以说，霍金的预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这些灾难场严肃研究。人类既要勇于探索未知，也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这是霍金留给我们的智慧。综合来看，霍金关于科技可能带来灾难的预言，核心都是在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这个物种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足以塑造，也足以毁灭世界。每发明一项新技术，别光顾着兴奋的踩油门，也该想想刹车在哪儿，方向盘握稳没有。如果说霍金的其他预言像是具体领域的告诫，那么关于科技总体风险的提醒更像是一种世界观的诫勉。要有敬畏之心，要有长远眼光，别等到灾难临头才想起亡羊补牢。从人工智能到外星人，从气候危机到科技阴影，霍金晚年留下的这些预言无疑让人深感不安。正因如此，他们在科学界和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霍金警告成了媒体热词，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的未来。有人说霍金过于悲观，也有人感谢他替我们敲响警钟。不管态度如何，他的预言已经播下了思考的种子。据说霍金临终前的一席话让在场的科学家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震惊。或许正是他对人类前景的最后总结，那沉重的语调仿佛在说，请务必小心，未来悬挂在你们眼前的不只有星辰大海，还有深渊和烈火。这种警示之所以吓人，不仅因为描绘的场景骇人，更因为说这话的人是霍金，一个既深谙科学又饱经人生风霜的智者。当这样的人都露出忧虑的神情时，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霍金预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学术上，它促使更多研究投入到防范全球性灾难上，比如 AI 伦理、安全政策、气候工程、生物安全等等。在公众层面，它让高深的课题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引发全民讨论，比如要不要防着 AI 一下，该不该对外星讯号静默。
甚至在国际合作上，他的观点也被当作论据来呼吁各国联手应对共同威胁。可以说，这些预言并非毫无意义的恐吓，而是真真切切推动了人类思考和行动的进程。当然，也有人质疑，过度渲染末日场景会不会适得其反，让大众产生无力感，甚至干脆破罐子破摔。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霍金在强调危险的同时，其实也传达了另一层希望。他并非末世论者，恰恰相反，他一直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努力避免这些灾难。他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发展太空技术，为人类买保险，加强国际合作管控核武器和气候问题，制定 AI 伦理和基因技术法规等等。在他看来，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被动等死，而在于提前预知问题，积极寻找出路。换句话说，霍金是在给人类的未来敲响警钟，同时也在指引一条求生之路。回顾霍金警告的几大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每一个威胁都源自人类的成功。我们文明的发展越辉煌，掌握的力量越强大，反面效应就越可怕。人工智能是智慧的结晶，却可能变成智者的噩梦；外星探索是勇气的体现，却可能引狼入室；工业繁荣提高了生活，却也让地球发烧；科技进步带来奇迹，同时埋下炸弹。这仿佛是上天开的一个玩笑，又像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能否驾驭自己创造的一切。霍金的预言正是这场大考的重点提示。现在，这些恐怖预言，有的已经在现实中出现端倪，有的还悬而未决，但时间不会停止，人类必须做出选择：是忽视霍金的警告，任由发展洪流把我们推向未知的命运，还是吸取他的建议，在探索未来的同时系好安全带，装好避雷针？这个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会直接决定我们的结局。虽然霍金描绘了很多黑暗可能，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绝望。相反，在面对每个威胁时，他都寄希望于科学和理性终将帮助我们化险为夷。他相信通过人类的团结协作和聪明才智，可以避免那些最可怕的未来。他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记住，要仰望星空，而不是低头看脚下。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未来就自暴自弃，应该怀抱对宇宙和未来的憧憬，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许霍金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预言，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类的渺小和伟大，狂妄和智慧。恐怖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吓倒谁，而在于让我们及时清醒。正如剧本在大幕拉开前有彩排，现在这些威胁的预演已经上演在你我眼前。幸运的是，预演终究不是结局，我们还有机会改写未来的剧本。但愿当真正的大幕落下时，人类可以微笑着说，感谢霍金教授当年的警告，让我们避免了一场场劫难，迎来了更加美好的明天。想象一下，仅仅2年的时间，整个世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被彻底改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然而，这正是一位业界传奇人物最近做出的大胆预言，他就是被誉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黄仁勋说，只需2年，人类世界就会面目全非，而且他特别指出，台湾正处于这场变革的中心。这句话既令人震撼，又引发了无数疑问。难道未来2年内，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如此剧烈的改变吗？台湾为何会成为这股全球浪潮的核心？这并非耸人听闻。回顾黄仁勋过去的种种预测，你会发现他往往语出惊人，且一语成谶，多次精准地描绘出未来科技的图景。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仁勋的 AI 预言世界，看看这位预言帝到底说过哪些惊人之语，又有多少已经成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台湾如何默默为这些预言插上翅膀。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场精彩的探索吧。故事要从上个世纪说起。黄仁勋出生于台湾南部一个平凡的家庭，年少时他随家人移民美国，在异乡努力求学。据说中学时期，他和哥哥被父母送到肯塔基州的一所寄宿学校，就靠在学校里打乒乓球打发时间。后来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的名校，并在电子工程领域深造。毕业后的90年代中期，电脑图形领域方兴未艾，
年轻的黄仁勋嗅到了机会，在1993年创办了英伟达公司，专注于图形处理器的，也就是打造电脑的显卡。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家靠绘图芯片起家的公司，日后竟会与人工智能的革命紧密相连。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初， GPU 主要用于加速游戏画面的绘制，让大家在电脑上玩游戏时有更流畅逼真的视觉体验。黄仁勋和他的团队也因此在电玩产业闯出一片天。然而，黄仁勋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游戏上，他隐约感觉到 GPU 强大的平行计算能力或许能在游戏之外大有作为。果不其然，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使用 GPU 来处理游戏以外的计算任务，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计算。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一个划时代的 AI 算法深度学习闪亮登场。那一年，一个名为 AlexNet 的神经网络模型在图像识别比赛中一举夺冠，而它背后所依靠的运算力正是来自于多张英伟达的 GPU。 这个结果震惊了整个科技界，因为它证明了 GPU 不仅能让游戏画面酷炫，还能大幅提升 AI 的学习能力。黄仁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暗流，他意识到人工智能或许正站在一个爆发式成长的起点，而 GPU 将会是点燃这场革命的火花。于是，在许多人还将 AI 视作科幻场景时，黄仁勋已经带领英伟达开始大举投入 AI 相关的研发。他常常在各种演讲场合谈到 GPU 在深度学习中的潜力，甚至有点语出惊人。有人可能觉得他是在疯狂押注，但几年后的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一场具有远见的豪赌。如今10多年过去了，人工智能早已从实验室研究变成改变世界的技术趋势，而英伟达则成为这波 AI 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黄仁勋也因此从游戏显卡大王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尊敬的 AI 教父。他每次公开演讲都备受瞩目，他总是穿着标志性的黑色皮衣，手握全新的芯片，语气里充满对未来科技的兴奋和自信。他甚至在一次线上发布会上，幽默地在自家厨房的烤箱里烘焙出一块最新的 GPU 芯片，打开烤箱门端出来展示给观众看，就像魔术师变出新玩意儿一般，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样的桥段不仅展现出他的创新戏剧性，也透露出他对科技的热情与自信。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风趣又前瞻的 AI 领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看看黄仁勋到底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说过哪些惊人之语。毕竟，要评估一个预言家的成色，就得检验他的预言是否灵验，不是吗？翻开黄仁勋过去几年的公开演讲和访谈记录，可以发现他提出了许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AI 发展预测。我们不妨挑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来说说。第一个预测就是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已经到了。2023年初，黄仁勋在英伟达的 GTC 技术大会上形容当前正处于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什么意思呢？回想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代 iPhone， 引爆了智能手机革命，从此手机不再只是电话，而变成随身迷你电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黄仁勋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当前的 AI 发展节点，意指人工智能正迎来一个关键的时刻，将从少数领域的试验品变成普及全球的革命性技术。当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爆红， AI 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日常视野，无论是写文章、作画还是写程序，人工智能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23年开始，生成式 AI， 也就是能够创造内容的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各种 AI 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你或许也亲身体验过，用 AI 绘图工具把脑中的想象变成图画，或是让聊天机器人帮你起草一封邮件。AI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而变成人人都能体验的实用工具。黄仁勋的这个判断可谓一语中的精准地抓住了大势所趋，真让人佩服。第二个预测是未来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 AI 老师。在 AI 蓬勃发展的同时，黄仁勋也对教育领域的未来做了一个有趣的想象。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将拥有一位属于自己的 AI 导师或 AI 助手。
来协助我们学习和工作，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学生上课不再只有真人老师可问问题，因为随时有 AI 私人家教待命解惑。上班族遇到不懂的业务， AI 助理会第一时间跳出来帮你找到答案，甚至一步步教会你新技能。其实这个预测并非空穴来风，想想看，目前那些强大的语言模型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我们各式各样的问题，给出建议和方案。他们或许还无法完全取代真人老师，但作为辅助学习的工具已经相当厉害了。黄仁勋特别提到了一些他看好的 AI 工具，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 以及其他新创公司推出的个人 AI 助理。他鼓励大家善用这些口袋里的 AI 导师，因为在未来的竞争中，懂得借助 AI 力量的人将会大幅领先其他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黄仁勋的这项预言正逐步变为现实。很多学生已经开始使用 AI 辅助写作、翻译或者解数学题，职场人士也利用 AI 来整理数据、起草报告。一些软件公司甚至推出了专门的 AI 学习伙伴应用，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内容。不过，要真正达到每人一位 AI 老师的程度， AI 还需要变得更聪明，更了解每个用户的特质，同时成本也要足够亲民。但以目前 AI 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许再过几年，这种场景就不再只是幻想。第三个预测是5年内 AI 能够通过人类考试，通用人工智能近在咫尺。任勋在2024年初斯坦福大学的一场论坛上被问到人类什么时候能造出一台会像人一样思考的电脑，这其实就是在问人工通用智能何时会到来。对此，黄仁勋给出了大胆的时间表。他认为，如果我们把人类能想到的每一种考试都列出清单，让 AI 去参加，他相信不用5年 AI 就能把每个考试都考得很出色。换句话说，到2028年前后，人工智能有望通过各种专业领域的高难度考核，包括律师资格考试、医师执照考试等等。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 AI 模型能通过美国的律师考试，只是在某些更专业或需要长时理解的测验还不够完美。所以黄仁勋认为，再给 AI 5年时间，这些难题将一一被克服。当然，他也补充说，所谓像人类一样思考，定义很重要。如果我们要求 AI 不仅考试拿高分，还要真的具有像人类那样的自主意识和情感，那么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可能还比较遥远。毕竟连科学家们都尚未搞清楚人类意识究竟如何产生呢。不过从实用角度看，在有限范围内让 AI 达到人类水准几乎是大势所趋。对于这个5年内 AI 智力达标的预测，业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些专家觉得5年太乐观， AI 要在所有考试中胜出仍面临不少挑战。也有人认为也许用不了5年， AI 更早就能在大多数测试中超越人类平均水平。无论如何，黄仁勋给出了明确的时间框架，显示出他对 AI 进步速度的信心。5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能验证老黄这回的预言是否灵验。第4个预测是，下一波 AI 浪潮将让 AI 走进现实世界。如果说前几个预测更多聚焦在 AI 软件和智力上的进展，那黄仁勋对未来 AI 的另一个重大判断则关乎 AI 的形态本身。他提出 AI 的下一个前沿是所谓的具身 AI， 也就是让人工智能从屏幕和云端中走出来，融入现实生活的场景和装置中，特别是赋予 AI 一个能够行动的身体。黄仁勋形象地说过，从汽车、卡车到工厂里的机械手臂、仓库里的搬运机器人，未来凡是会移动的东西都将变成机器人，由 AI 来赋能。这听起来仿佛科幻电影变形金刚的世界，满街跑的车都是自动驾驶，工厂里没有工人，只有智能机器人，甚至我们家里的扫地机、送货员都变成了 AI 自动化装置。黄仁勋认为，这一波将 AI 与机器装置结合的物理 AI 革命，孕育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巨大机会，将深刻改变未来的产业版图。他特别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可能会是第一个达到数万亿美元规模的机器人产业。想想看，全球道路上有超过10亿辆汽车，每年行驶里程总和超过1万亿英里，
如果未来其中许多车辆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将运生多么庞大的经济价值！除了汽车，制造业和物流业也是重头戏。工厂生产线上 AI 驱动的机械手臂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的精准工作。大型仓库中，自主移动的机器人可以高效率的分类搬运商品，快速完成传统上耗费大量人力的仓储作业。甚至在医疗领域， AI 结合机器人技术，可以打造手术机器人、看护机器人，协助医生完成高难度的手术，或替代护士执行基础护理任务。可以说，让 AI 动起来，将引发我们周遭各种装置的大变革。黄仁勋这个具身 AI 的远景，也得到了业界其他大佬的呼应。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就曾表示，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将远超汽车，足见他对机器人浪潮的重视。连开发出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私下也投资了专注智慧机器人研发的新创企业。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黄仁勋预测的方向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AI 走进物理世界仍面临许多挑战，比起在电脑里下棋、写文章，让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自主行动要困难得多。现实世界充满各种不可预期的情况，机器人需要感知环境，及时反应，还得保障安全，不伤及人类或自身，这些都需要更先进的技术突破。但至少从趋势上，黄仁勋压住具身 AI 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确实可能是 AI 下一个爆发点所在。第5个预测是 AI 创作游戏不再是梦。还记得多年前我们玩电动游戏时，常常幻想游戏里的世界，要是能随我们的想象变化就好了。如今这个天真的想法也许正在变为现实。黄仁勋曾预言，大概在5到10年内，我们将能看到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游戏。也就是说，将来有那么一天，游戏中的场景、美术、角色对话，甚至游戏规则，都可能由 AI 及时创造，而不需要美工和程序设计师去一点点设计每个细节。这个想法听上去非常大胆，但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苗头。2024年，谷歌和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展示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由神经网络模型支撑的游戏引擎，能够及时生成90年代风格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内容。他们用 AI 模型成功拼出了经典射击游戏《毁灭战士》的一个简单关卡。虽然 AI 生成的游戏画面目前还比较粗糙，但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未来 AI 生成游戏的前景。正如黄仁勋所说，也许再过5到10年，我们就能看到完全由 AI 生成的游戏。如果这个预测成真，游戏产业将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试想，未来的游戏可能不再只有固定的剧本关卡，你每次进入游戏， AI 导演会根据你的喜好即兴编剧，每个玩家体验到的世界都独一无二。游戏开发者的角色也会转变，从亲力亲为制作内容变成训练 AI 如何创作内容。到那时，一个小型团队甚至单枪匹马，就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创造出庞大而复杂的游戏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当然，眼下 AI 距离完全掌控游戏创作还有一段距离。目前最强的 AI 在文字和图像上已经很厉害，但要让他们理解游戏规则和互动性这种更复杂的结构，还需要时间。或许5年有点赶，但10年左右看到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游戏问世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些乐观的从业者认为，随着 AI 模型的不断进化，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玩到第一款主要由 AI 生成内容的热门游戏。到那时，黄仁勋 AI 造游戏的预言将被历史验证，而玩家们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回顾以上这些黄仁勋的预测，几乎涵盖了人工智能可能影响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中有 AI 导师辅助学习，工作模式上有智能机器通过考试取得资格，产业革新上有自动驾驶汽车和各类机器人，娱乐创作领域有 AI 自动生成游戏，这些都在他的预言范围之内。有些预测已经在兑现的路上，有些则是充满远见的蓝图。整体而言，可以说黄仁勋的料事能力相当惊人。他成功预见了深度学习的浪潮，也抓住了生成式 AI 爆发的契机。对未来，他的每一次预测未必100%精准，
但至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图景，让人对 AI 的前景既感兴奋又充满想象。如今，每当黄仁勋发表演讲，整个科技界都竖起耳朵，因为他的预测往往蕴含着下一步的趋势密码。聊完了过去的预测，我们再来看看黄仁勋近期对人工智能未来走向的一些最新看法。作为业界领袖，他不仅预测趋势，也经常对当下 AI 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未来机遇发表见解。首先，一个关键主题是计算资源。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强大，训练和运行这些模型所需要的计算力也呈指数级增长。有些人担心未来要实现更强的 AI 成本会不会高得难以承受，毕竟训练一个像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往往要用成千上万颗高阶 GPU， 既耗电又烧钱。对此，黄仁勋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指出，计算机硬件技术在不断进步，效率也会越来越高，未来 AI 的开发成本将大幅下降，不至于像某些传言说的需要天文数字的投入。前阵子有消息称 OpenAI 打算募资好几万亿美元来自研芯片对抗英伟达。黄仁勋听了反而笑着说，几万亿美元，那可以把全世界的 GPU 都买下来了。他的意思是，随着芯片架构持续创新，计算速度在提升，未来完成同样的 AI 运算任务所需的硬件只会越来越少。本来看似不可能的计算需求，可能在技术进步下迎刃而解。就像手机芯片这几年越做越省电，性能却更强一样， AI 加速芯片也会朝着更高效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不必过于担心算力的瓶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摩尔定律的余威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会为 AI 提供源源不绝的燃料。其次，黄仁勋反复强调，人工智能将会无所不在地渗透到各行各业。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应用场景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无论医疗、金融、制造、农业，还是创意设计、客户服务，几乎每一个行业都能找到 AI 的用武之地。黄仁勋举例说，在医疗领域，有了强大的 AI， 医生的听诊器可能会变成 AI 驱动的，它可以及时分析病人的各项指标，辅助医生做诊断。在金融领域， AI 能够以极高的准确率侦测欺诈交易，保障金融安全。在交通运输领域， AI 不仅体现在自动驾驶汽车上，还可以优化整个城市的交通流量，减少塞车和污染。这些观点听起来相当有道理，因为 AI 的本质是一种通用技术工具，就像当年的电力和互联网一样，应用范围非常广。现在已经有许多传统行业开始和 AI 结合，农民用 AI 侦测植物病虫害，优化播种时机；工厂用 AI 做质量检测，提升良品率；法务人员用 AI 快速检索海量案例资料；导演用 AI 辅助影片剪辑。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有人在探索 AI 带来的助力。黄仁勋作为芯片供应商的领袖，当然乐于看到处处皆有 AI 的局面，因为那意味着对算力的需求会爆炸式增长，英伟达的市场也会水涨船高。但撇开商业考量，从技术演进来看， AI 确实有望像水和电一样，成为无所不在的底层能力。我们也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生活将因它而变得更加便利、高效。另外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话题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对此，黄仁勋一直持乐观态度。他多次表示， AI 不是人类的对手或替代者，而是一种强大的辅助工具。他简单解释说，人类有创造力，有同理心，会复杂决策，而 AI 擅长高速处理大量资讯，执行重复任务，两者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在黄仁勋看来，未来的工作形态将是人类与 AI 的组合，共同提升效率和创造力。比如，建筑师可以用 AI 快速生成各种设计草图，再由人来挑选修改；程序设计师让 AI 自动写出基本代码，自己再重构调优；医生利用 AI 助手分析 X 光片或检验数据，自己专注于与病人的交流和最终诊断决策。这些都是 AI 帮人类打下手的场景，而不是 AI 抢了谁的饭碗。当然，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可能会因自动化而缩减，但历史一再证明
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同时会催生新的职业和需求。黄仁勋建议年轻人应该积极学习掌握 AI 工具，将其视为自己的超能力，而不是抗拒排斥，因为在未来职场上，善用 AI 的人将更有竞争优势。这样的观点是否合理呢？至少目前看来， AI 确实在许多领域扮演辅助角色，提升人类的工作效率。比如客服行业， AI 聊天机器人可以先回答常见问题，疑难再交由人工处理，效率提高许多。医生有了 AI 系统，先做初步分析，可以节省时间，更快给出诊断。甚至律师也开始用 AI 起草法律文件的初稿。在 AI 还没有真正达到媲美人脑的通用智能之前，人类在创造性和战略性的工作上依然无可替代。所以黄仁勋强调人机协作而非替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们也需要对某些行业进行转型升级做好心理准备。毕竟当年自动化浪潮确实让部分流水线工作消失，未来 AI 也可能让一些白领职位缩减，这是科技进步中必然要面对的社会课题。所幸每次技术革命也会带来新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适应变化，提升自身技能。当然，黄仁勋在描绘 AI 美好前景的同时，也清楚 AI 发展并非没有挑战。他提到 AI 越强大，我们就越需要谨慎使用。比如现在令人担忧的 AI 假影片 Deepfake 技术，就可能被不肖之徒用来制造假信息，这就需要技术和法律双管齐下来应对。还有资料隐私、AI 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等等，都是 AI 进一步普及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提供 AI 运算基础的公司掌舵人，黄仁勋支持业界和政府制定合理的规范，确保 AI 造福人类，而非带来负面影响。总的来说，黄仁勋对 AI 的未来是充满信心且乐观的。在他的展望中，未来1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人工智能深入融入社会各个角落，提升效率，拓展可能性。同时，人类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适应，与 AI 相互协作，创造前所未有的新成果。他描绘的这幅图景令人振奋，但要真正实现它，需要技术上的攻关，也需要社会在伦理和制度上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或许无法确认每一项预测都准时应验，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站在一场巨大变革的风口浪尖，这一点黄仁勋可谓看得非常透彻。说了这么多 AI 的未来趋势和预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场 AI 革命背后是谁在提供源源不绝的弹药和支持？人工智能的辉煌离不开许多要素的配合，其中有一个地方的作用至关重要，那就是台湾。是的，或许很多人提到 AI， 想到的是硅谷那些软件天才，或者各种酷炫的应用场景，但别忘了 AI 再强大，也需要硬件来承载，需要芯片来计算。而在最先进半导体芯片制造方面，台湾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黄仁勋自己就多次强调，台湾是英伟达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集中地。他甚至说过，英伟达的一切成就都从这里开始。这句话并非恭维，因为包括英伟达在内， AI 公司最仰赖的高阶芯片都是在台湾生产的。举个例子，如今 AI 界炙手可热的英伟达 A100、H100 GPU 加速卡被誉为 AI 时代的算力之王，这些功能强大的芯片正是由台湾的台积电公司代工制造。台积电是全世界顶尖的半导体代工厂，能够生产出最先进的芯片，在那些芯片上密密麻麻上百亿个晶体管构成了 AI 计算的大脑。没有台积电的制程技术，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 AI 芯片诞生。换言之，台湾提供了 AI 革命所需的硬件引擎。不仅英伟达，像苹果、AMD、高通，甚至特斯拉自研的 AI 芯片，也几乎都是出自台积电的产线。可以这么说，台湾用方寸晶圆撑起了全球 AI 的天空。除了台积电，台湾的电子产业链也功不可没。打造 AI 服务器需要各种零组件，从电路板、记忆体、网络设备到服务器机壳的组装，台湾厂商都有深厚实力。许多国际云端服务业者采购的 AI 服务器，就是由台湾代工厂组装完成的。难怪有媒体形容，硅谷的创新离不开台湾的支援，台湾是名副其实的细岛。除了硬件制造，
台湾在 AI 人才和技术方面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首先，黄仁勋本人就是从台湾走出去的顶尖科技人才之一，他的成功故事激励了许多台湾年轻人投身科技研发。台湾的高等教育在工程、资讯领域一向表现出色，每年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近年来，随着 AI 热潮兴起，台湾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积极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学院、研究中心，开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课程，培养本土的 AI 专才。在产业界，台湾的科技公司同样在拥抱 AI， 许多半导体公司引入 AI 优化生产流程，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制造过程数据，预测并降低瑕疵率。制造业者则用 AI 进行设备的预测性维护，防止机台故障停工。甚至传统的农业和服务业，台湾也有人尝试结合 AI 提升效率，比如智慧农业利用感测器和 AI 分析土壤天气资料，帮助农民做决策。零售业运用 AI 进行需求预测和智能调货。这些创新或许不像硅谷的新发明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实实在在地为台湾各行各业注入了新活力。此外，台湾的政府和民间都非常重视把握 AI 浪潮，政府成立了人工智慧学校等培训专案，帮助在职人员进修 AI 技能，并出科研补助，鼓励本土团队开发 AI 应用。民间则有各种 AI 协会、黑客松比赛和论坛，让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交流切磋。台北、台中等城市宣示要朝智慧城市迈进，引入 AI 优化交通、环境监测和公共安全管理。所有这些努力都在默默积累台湾在 AI 时代的能量。有趣的是，台湾在 AI 领域的角色有点像幕后英雄，它可能不是第一线推出爆款 AI 应用的地方，但它提供了关键的硬件和环境支持，就像舞台后方的灯光师、音响师，确保整场演出精彩上演。当黄仁勋这些科技领袖在聚光灯下畅谈 AI 如何改变世界时，别忘了他脚下的基石背后有无数台湾工程师的努力。比如2024年中，黄仁勋重返台湾，在台大体育馆发表演讲时，他特地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个会说中文的虚拟黄仁勋来旁白介绍英伟达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用 AI 打造的地球气候数位孪生系统，可以更准确预测台湾的台风登陆和天气变化，协助防灾减灾。台下数千名观众为之惊叹。而黄仁勋在演讲中也反复感谢台湾的合作伙伴们，称赞这片土地孕育了英伟达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一幕其实就象征着台湾与 AI 革命的紧密连结。一方面，台湾有了 AI 技术，可以更好地预测气候灾害，保护人民；另一方面， AI 技术因为有台湾的硬件支持而更加强大并落地应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从黄仁勋过去的预测到他现在的展望，从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到台湾在其中的默默耕耘，我们一路看来，人工智能这场变革的图景已徐徐展开。黄仁勋作为 AI 时代的见证者和引领者，他的故事和观点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他的大胆预言告诉我们，想象力有多远，科技就能走多远。而他的身体力行也证明，抓住机遇，勇于投入，才能真正把愿景化为现实。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也许5年后， AI 还没有达到人人都有私人导师的地步，或者完全由 AI 制作的游戏还没上市，又或者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比想象中慢一些。但不要灰心，因为科技进步往往不是线性前进，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加速。重要的是，黄仁勋所指引的那些方向，更聪明的 AI， 更广泛的应用，更紧密的人机合作，都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已经见证太多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 AI 能力成真，因此对于他描绘的未来，不妨多一份期待和信心。在奔向 AI 未来的道路上，台湾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无论是供应先进芯片、培养优秀人才，还是提供测试应用的场域，台湾都在以自身的优势为全球 AI 发展添砖加瓦。同时，台湾也将从这一波浪潮中受益，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新的动能。试想未来有更多像黄仁勋一样的台湾之子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引领下一代科技创新，那将是多么令人自豪的画面。最后，
不妨以黄仁勋常提到的一种精神作结，他总是提醒我们要保持饥渴，勇于梦想，对科技保持饥渴，才能不断追求突破，勇于做梦，才能勾勒出未来的蓝图。人工智能的浪潮才正要开始，它将把人类带往何方，正等着我们共同去书写。或许再过若干年，回头看今天黄仁勋的预测和台湾的努力，我们会欣慰地发现，原来我们真的走到了当初所梦想的未来。而那时，可能又会有新的预言家为我们指引下一段航程，说不定下一个改变世界的 AI 创新，就将由你我共同见证，甚至参与。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一个更加智能、有趣、美好的新世界吧。